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可是现代人不信，现代人信什么？信存款簿，信数字，信银行里那个余额越多，晚年就越安稳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天大的误会。我这辈子看过太多人，存款簿上7位数、8位数，老了照样凄凉得不得了。反过来，有些人你看他一辈子没什么钱，他晚年过得又体面又从容，为什么？这里头的道理比你想象的深太多了。我在一条街上开了32年的杂货店，32年啊！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站在柜台后面，看着一整条街的人从年轻走到老，从发达走到落魄，从恩爱走到反目，谁家有钱，谁家在硬撑，谁家的媳妇偷偷来赊米，赊到不敢抬头看我，这些我全看在眼里。可是真正把我敲醒的，是隔了7天的2场丧事，庄头上最有钱的那个阿伯走的那天，灵堂冷冷清清，3个孩子当着棺材的面，为了那栋4层楼的透天佐吵到差点掀桌子。念经的师父在上头念，底下人在算钱，那个画面我这辈子忘不掉。就在同一个礼拜，巷子尾一个穷了辈子的老先生也走了，你猜怎么着？来哭他的人从灵堂一路排到大马路上，连每天来收垃圾的那个年轻人都特地停下车，对着他的照片深深鞠了一个躬。你说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富人？是存款簿上数字大的那个，还是走的时候一整条街都来送的那个？易经讲厚德载物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这个人的德行有多厚，你能承载的福报就有多大。钱是福报的一种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光有钱没有德，你那个钱是守不住的，迟早散掉。我看了32年，看来看去，晚年真正不缺钱，日子过得富足安稳的，来来去去就是5种人。这话准的会让你起鸡皮疙瘩。而最后那第5种人，是我亲手送走了牵手40年的老伴。一个人坐在半夜的厨房里，打开他留下的一个红铁盒之后，才终于看懂。先讲第1种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。第1种晚年不缺钱的，是舍得对自己好的人。你先别急着反对啊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在想，会花钱的人才会没钱吗？会省的才有钱。我以前也这样想。道德经讲自爱不自贵，老子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你要懂得爱惜自己，但不是骄傲自大。你连自己都不舍得善待，你指望谁来善待你？看着一对姐妹用一辈子把这个道理翻过来给我看。姐姐叫招娣，这个名字你听就知道了。爸妈生她的时候指望是个儿子，结果是女儿，随便取个名叫招娣，希望下一胎招个弟弟来。所以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，她一辈子在证明自己有用。怎么证明？就是省。省到什么程度？一条鱼配饭配3天，电风扇舍不得开，夏天热到长痱子，一件碎花衬衫，我从他40岁看到70岁，洗到发白了还在穿，每1块钱都捏死死的，说留给儿子。妹妹阅历刚好相反，爱漂亮，60几岁还烫头发擦口红，去菜市场买当天最好的肉，回家泡一壶好茶，坐在门口慢慢吃。庄头的人都笑他，说这个茶某爱花钱，老了看他怎么办。结果呢，钱垮的是招娣，他省了一辈子的钱，前前后后全拿去填儿子在台北做的生意，1毛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。儿子开口要多少，他给多少。有1年，儿子生意倒了，招娣一辈子的老本跟着倒进去，连一个水花都没有。更惨的是他的身体，
膝盖痛不去看医生，血压高不吃药，说省下来给孙子，就这样拖到最后中风倒下去，再也没站起来。他最后几年在一间很便宜的安养中心过，6个人挤一间，那个味道，我去看过一次就不敢再去了。他躺在那里认得我，拉着我的手一直掉眼泪。他儿子呢，1年来看1、2次，来了就问一句：妈，你身上还有没有钱？你看月历，今年81了，上个月还搭公车去市区烫了漂漂亮亮的头回来，身体好得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辈子舍得吃，舍得看医生，舍得让自己开心。他跟我讲过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。他说：肃清啊，钱是拿来过日子的，不是拿来供着拜的。你把它供起来，一辈子舍不得用，那你跟看守钱的有什么两样？钱最后有没有花在你自己身上，才算是你的钱。更妙的是，月历的儿女反而对他特别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没把自己活成一台随时可以来提款的妈妈，他把自己顾好了，儿女不用操心，逢年过节回来，看到妈妈精神奕奕，活得有滋有味，心里高兴，反倒更愿意孝顺。孔子讲仁者寿，什么是仁？先从爱自己开始。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，你拿什么去爱别人？省钱省过头的招娣，把自己活成一台提款机，钱被榨干，身体被拖垮，晚年凄凉。舍得对自己好的阅历，反而守住了钱，守住了健康，也守住了尊严。所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上一次为自己花一笔钱，花得心安理得，点都不心疼，是什么时候？如果你想很久都想不起来，那你要小心了。你不是在存钱，你是在把自己这个人一点一点给省掉。第二种晚年不缺钱的，是手心一辈子向下肯帮人的人。什么叫手心向下？就是他的手永远是伸出去帮人的，不是缩回来跟人要。我们中国人常讲施比受更有福，这话不是随便讲的，这是几千年验证下来的真理。我们庄头有个火成伯，做水电的，这个人一辈子的口头禅就3个字：小事我来，谁家电灯不亮他来，马桶堵了他来，半夜谁家老人送急诊叫不到车，敲他的门，他二话不说，踩着拖鞋就把车开出来。帮人从来不收钱，你硬要塞给他，他脸马上拉下来，说你这样是看不起我。庄头一开始也有闲话，说火成伯憨，不会赚钱，做白工第1名。他老婆走得早，一个人拉拔2个孩子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大家都说这种人老了没得靠。然后火成伯70岁那年中风了，倒在家里，是隔壁阿婆闻到瓦斯味不对劲，喊人撞门进去才救回来的。你猜他住院那段时间发生什么事？那个病房从来没有空过人，今天是被他修过水管的阿婆炖鸡汤来，明天是被他半夜载去医院，后来平安生下孩子的那户人家全家来轮流守夜。我们几个老太婆自己在店门口排了班表，谁哪天送饭，谁哪天陪夜，写得清清楚楚。出院之后要请看护，1个月3、4万跑不掉。他2个孩子，一个在工厂，一个做小生意，说真的都不宽裕。结果钱从四面八方自己流进来了。有个开复健诊所的年轻医生坚持不收火成伯的复健费，为什么？因为20几年前他还是个穷学生的时候，他爸没钱缴大学注册费，是火成伯二话不说借的，而且从来没跟人提过。那个医生红着眼睛说，你爸当年没让我失学，现在换我不能让他没得复健。孟子讲出护而者反护而者也，你放出去什么就会回来什么。火成伯这辈子帮人折成钱可能也就几十万100万，可是他倒下那2年，这些人回报给他的何止这个数目？
那些鸡汤，那些陪伴，那些免费的复健，那些半夜的接送，你拿钱去买，买得到吗？买不到。所以你今晚可以做一个检查，拿出手机，打开通讯录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半夜3点你一个人在家里出事了，你敢打电话，而且对方一定会爬起来赶过来的，有几个人？如果超过3个，恭喜你，你这辈子的人情账户存得很满。如果一个都想不出来，那你要问自己，这几十年你的手是伸出去帮人的，还是一直缩着只顾自己？第3种晚年不缺钱的，是不怕一个人，心里有底的人。这种最少人讲，可是我跟你保证最准。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。一个人心里安定了，外面什么妖魔鬼怪都进不了他的身，怕什么来什么，这是宇宙的规律。你越怕孤单，专门利用孤单的人就越会找上你。庄头有个天来伯，退休金1个月4万多，房子有，儿女也成家了，光看数字他是我们这里数1数2有钱的老人。可是他老婆走了以后，他一个人怕得要命，一个人吃饭他怕，一个人过年他怕，半夜醒来看到黑漆漆的客厅他更怕。他不是缺钱，他是缺人。而这个怕一个人，就是所有想掏他口袋的人最喜欢钻的那个洞。先是卖保健品的一群人天天来陪他聊天，一口一个伯伯，帮他捶背量血压，亲生的还亲，然后罐没什么用的胶囊卖他8000、1万，他家那种保健品堆到快顶到天花板，堆到过期都吃不完。后来又来了个40几岁的女人，嘴巴甜得要命，一口一个干爸，陪他吃饭，陪他拜拜，陪他出去玩。天来伯高兴了，几十年没人这样陪他了。这个干女儿跟他哭一次穷，他就给一次钱，3万、5万、10万，前前后后200、300万就悄悄流出去了。儿女气得大吵，天来伯还骂儿女：你们都不陪我，人家肯陪我，我给他钱怎么了？最后呢，天来伯真正病倒那天，那个干女儿电话打不通了，人间蒸发，那些保健品业务也全不见了。最后守在病床边把屎把尿的，还是被他骂到臭头但终究没走的亲生儿女。天来伯不是没钱，他是把钱全拿去买有人陪3个字，可那3个字是买不到的。同一条街有个阿朱姨，完全相反，他先生走得早，一个人过了30几年，可你去看他，点都不可怜。早上去公园打太极，中午自己煮一小锅面，下午在院子里种兰花，晚上看歌仔戏。他跟我讲过一句话：肃清一个人也要把日子过得香。也有人来卖他保健品，也有人想套近乎，全部碰壁。为什么？因为阿朱姨心里有底，他不怕一个人，不需要谁来陪他吃饭。所以你那句我陪你对他一点用都没有，他的钱1毛都没被骗走，80几岁走得安详，钱还留下不少，儿女也孝顺。你看出来了没有？老子讲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同样是一个人，怕的那个被掏空了，不怕的那个什么都守住了。差别在前，差别在心里那个洞，洞越大越容易被人灌沙子进去，还以为人家在帮你填洞。所以今晚问自己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过节，一个人半夜醒来，你慌不慌？如果很慌，你要开始练习了。你越怕一个人，就越容易被人用一句我陪你把你一辈子的老本掏干净。第4种晚年缺钱的，是心里有一本清楚账，留得住底牌的人。这一种讲起来你心里可能会有点不舒服，因为他戳的是我们做父母最软的那块肉。我先问你，你的房子现在还在自己名下吗？我们庄头有2个老人，一个叫晋德伯，一个叫阿旺伯，年纪差不多，都是栋房子，一个儿子。
可是晚年过得天差地别，差别就在一张纸，过户的那张纸。阿旺伯疼儿子疼到骨子里，儿子结婚要买房，跟银行贷款，利息高，就说爸，你把老家房子过户给我拿去抵押，利息低，等我赚了钱，房子还是你的。阿旺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还跟我说儿子的不就是我的吗？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过户那天还高高兴兴请大家吃了一顿。第3年事情就变了，不是儿子变，是媳妇觉得跟老人住不方便，先是脸色，后来话里带刺，再后来直接讲，爸，这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了，你是不是去找个地方住比较好？阿旺伯那时候才发现他手上什么都没了，房子是儿子名字，存款早年也贴完了，一个70几岁的老人拖着行李箱站在自己盖了一辈子却不属于他的房子门口，不知道要去哪里。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来买一瓶最便宜的米酒，瘦的脱了形，那个眼神不是恨，是想不通。他想不通，他把全部给了儿子，为什么最后连一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？后来听说住进了很便宜的安养中心，没多久就走了。再看晋德伯，他也疼儿子，可是疼得清楚，儿子也开过口要他过户，他没答应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阿雄啊，这房子等我跟你妈都走了，一定是你的，跑不掉。可我们还活着一天，房子就得挂我们的名字。这不是信不过你，是不想害你。万一哪天你被人倒账，被人告，房子在我名下还保得住，你还有个退路。再来，房子在我名下，你太太就算再不高兴，也不敢真把我们2个老人怎么样。我留着这张牌，你孝顺我是心甘情愿，不是被逼。你名声也好听，我们老2口也有尊严。听出差别了没有？易经讲亢龙有悔，什么意思？做过头了就会后悔。阿旺伯想的是儿子的就是我的，晋德伯想的是我留一手是为了不逼儿子做坏人。晋德伯活到88，走得清清爽爽，儿子对他孝顺到最后一天，因为他从来没让孝顺变成一场没有退路的赌博。留一手从来不是不爱孩子，恰恰相反，是太爱了，爱到不忍心把孩子推到要不要养一个没用的老人那个墙角去。今晚把你的房子、存款、棺材本在心里过一遍，他们还在你自己名下吗？如果不在了，我不是叫你去跟孩子撕破脸，是叫你心里要有个数。好，现在讲最后一种，也是最难懂的一种。我站在柜台后面看了32年，看完前面4种，我以为我都懂了，直到我送走了阿柱，一个人打开那个红铁盒，我才知道前面4种全都只是这最后一种的影子。第5种，晚年真正不缺钱的，是心里不慌，觉得够了的人。我先讲我自己，你才听得懂。我叫肃清，今年71。我这个人精明赊账本记了32年，谁欠几块几毛，闭着眼都背得出来。我先生阿柱刚好跟我倒过来，他做泥水的一手好功夫，可一辈子存不了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见不得人有难。隔壁阿婆水龙头坏了，他免费去修。谁家半夜要送医院，第一个被敲门的就是我们家。谁跟他开口借钱，他从来没让人空手回去过。我跟阿柱辈子没有孩子，年轻时庄头人在背后替我们操心，这2个没后代的老了靠谁？我心里也慌。没孩子那至少要有钱，所以我拼命存。阿柱呢，从来不慌。还是那句我听了40年听到会烦的话，免烦恼啦，够吃够用就好，老天爷不会饿死好心人。我心里呸，想说好心人会不会饿死我不知道，看我们2个老了是准要饿死在一起的。他有一个红色铁饼干盒，用橡皮筋绑着，摆在神明桌旁边的柜子里，交代过说，肃清，别的你都可以动，这个盒子千万别翻。我以为是私房钱，
还偷笑想说这憨人总算知道留一手了。我万万没想到那个盒子里装的东西，等我打开的那天，会让我一个70岁的老太婆坐在半夜的厨房里哭到没声音。阿柱是3年前走的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肝癌末期，医生说最多半年，我在诊间腿都软了，是阿柱扶着我走出来的。是我这个自认精明的老婆被他这个憨老公一路扶出了医院。回家路上我一直哭，他骑着那台破摩托车，我坐后座抱着他的腰，他忽然开口了，讲的还是那句免烦恼啦。我在后座气到捶他的背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免烦恼？你走了剩我一个人，又没孩子又没钱，叫我怎么办？他停了一下才说，你放心，你人好，我走了会有人顾你。我当时只觉得他在讲疯话，一个连自己都顾不好，一辈子存不了钱的男人，凭什么讲这种大话？阿柱生病那半年，我们家的门从来没关上过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这几十年他默默帮过人，比我知道的多太多了。开早餐店的阿雄，天天一大早把最新鲜的豆浆油条送到门口，放下就走，死都不收钱。我问为什么？他红着眼睛说，20年前我儿子半夜发高烧抽筋，全庄头只有林大哥肯半夜开车载我们去大医院，要不是他，我儿子早就没了。这条命是林大哥捡回来的。我当场愣住，这件事阿柱从来没提过，一个两个三个。那半年我听到太多从来不知道的事。原来我以为的那个憨慢赚不到钱的男人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默默接住了这么多人。阿柱走的那天很平静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最后讲的还是那句话，免烦恼，够用就好。讲完这一句，他的手就慢慢松了。他的告别式，我本来担心没钱办不体面，结果来的人从灵堂一路排到马路上，有一个中年人我完全不认识，走到我面前深深鞠躬，从口袋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，硬塞到我手里。他说，阿姨，这不是白包，30年前我爸开刀差一笔钱是林大哥借的，我爸到走之前都交代说一定要还，可林大哥一直不肯收，今天总算能还了。信封里是30年前那笔钱，加上他自己算的30年利息。我拿着站在阿柱照片前面，眼泪掉个不停。30年这么大一笔钱，阿柱从来没讲过一个字。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想起了那个红铁盒，我一个人坐在半夜的厨房，把绑着橡皮筋的盒子从柜子里拿下来，心想阿柱走了，我以后一个人总要靠这盒子里的钱过日子。他不是交代别翻吗？现在他不在了，我总可以翻了。我打开盒子，里头没有钱，一张钞票都没有，里头是叠借据，一张用报纸包着，全都发黄了。最旧的那张是40年前的，我一张一张翻，手一直抖。这个借钱给人修东西不收钱，一辈子被我骂存不了钱的憨人，原来把每一张借据都好好留着，3万、5万、1万、2万，我一张一张算，算到最后那个数字将近200万。这个被我骂了一辈子存不了钱的男人，别人欠他将近200万，可这些借据他一张都没去要过。我又气又哭，对着空荡荡的厨房骂他，林天柱，你这个憨大呆，别人欠你这么多，你一毛不去讨，现在两脚一伸走了，留我一个老太婆怎么办？我骂着骂着，把那叠借据翻到最底下，发现底下压着一张纸，那张纸比较新，字歪歪扭扭的，是他生病以后手会抖的时候写的，上面写着肃清。我知道你早晚会翻这个盒子，这些你都别去要了，人欠我们的老天爷会还，我们欠人的，我这辈子能还的都还。免烦恼，你人好，后半辈子换别人来顾你。抱着那张纸坐在厨房地上哭到天亮，
我哭不是因为那200万收不回来，我哭是因为我终于懂了，他那句讲了40年，被我闲了40年的免烦恼，原来是真的。他不是不会存钱，他是把钱换成了别的东西，一点一点存起来，他把人一个一个存进了这整个庄头。道德经讲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老天爷不会偏心，可是他会回报善良的人。阿柱走了以后这3年，你猜怎么样？我真的一天都没为钱慌过。冬天屋顶漏水，火成伯的儿子扛着工具就来了，修好1毛不收，说肃清义我爸交代，林伯的家就是我们家，我一个人不想煮饭，月例会多煮一份端过来陪我吃，80几了，口红还擦得红红。坐我对面说肃清一个人也要把日子过得香。我血压高，那个当年被阿柱资助过，现在开诊所的医生交代护士，我去看诊永远排最前面，药费能免的都免。那个还我30年前那笔钱的中年人，逢年过节拎着东西来看我，把我当亲妈在孝顺。你说我缺钱吗？劳保年金1个月才领1万多，杂货店早收了。按存款簿上的数字，我应该是庄头最穷的老太婆之一，可这3年没有一天为钱慌过。因为我知道，就算哪天真的没钱了，一个电话打出去，这条街会有一整排人来接住我。这才是阿柱留给我的真正的老本。你现在回头看这5种人，舍得对自己好的阅历，手心向下的火成伯，不怕一个人的阿朱姨，留得住底牌的进德伯，还有那个心里不慌的阿柱，他们5个存款簿上的数字天差地别，可是有一个共同点，晚年都不缺钱，都不慌。我站在柜台后面记了32年的账，记的是几块几毛冷冰冰的数字。阿柱那个红铁盒里也是一本账，记得是他这辈子伸出去的手暖烘烘的。我到最后才明白，我那本冷账救不了我，救我的是他那本暖账。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，一个人心诚了，心安了，心里不慌了，天道自然会来照顾他。晚年不缺钱的，从来不是存款簿上数字最大的那一个，是心里最踏实的那一个。而心里踏不踏实，不是看你有多少钱，是看你这辈子有没有把人好好放进心里，也有没有人把你好好放进心里。今晚你躺下去就可以问自己，半夜醒来想到以后的日子，你心里是慌的还是踏实的？如果是踏实的，恭喜你，你比你想的富有太多了。如果是慌的，别急，从今天起你就去做那个先把手伸出去的人，老天爷真的不会饿死好心人。这句话我笨，用了40年才终于信。阿柱那个红铁盒我到现在还留着，有时候半夜想他就拿出来摸一摸，里头那些借据我永远不会去要，因为我终于懂了，那不是别人欠他的钱，那是一个憨男人用他的傻，他的憨，他一辈子向下的那只手，一点一点替他老婆存下来的整个庄头用不完的温暖。记住一句话，你这辈子真正的存折不在银行里，在人心里。银行的数字会花完，人心里的那笔账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